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款中性女生短发的剪法教学。在教学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那她头发状况呢比较容易扁塌，那旁边的话有一点微微的自然卷。那我们今天帮她做一个清爽利落的中性短发。那我们在操作上呢，我们会使用以下几个工具。像旁边要剪比较利落的话，大家可以使用这种大电推跟小电推去修饰长度以及轮廓。今天我们会使用剪发刀跟打薄剪去帮它做一个顶部区的造型设计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把头发做分区。好，在分区之前呢，我们先找到头角的位置。像它的头角呢是比较偏后摆的。那后摆什么意思？就是它不是正在两侧头顶，它是比较偏后脑区的耳朵上方往后一点点，所以会变得两边这边容易凹陷，那后头部是比较扁塌。那我们在做剪裁的话，要把这些位置呢都是修饰出来。那我们在分线的时候呢，可以先找到凸点，然后做一个分线，然后把顶部区先夹起来。分区的话，我们以这样上下两个区域分线就可以完成了。那今天使用的电剪呢，我会使用9mm的公分套，下来做两边跟后面的长度去除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就是9mm的公分套。然后在剪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头发稍微喷湿。整个喷湿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头发梳顺，然后顺着轮廓把下摆的长度先去除。梳子放在我们分线这个位置，下摆这里直接由下往上做长度的去除，然后选择9mm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会推到很贴，它还是有一点长度的。后部区的话，我们直接推到后枕骨的位置，把长度都做去除。好，修剪完之后呢，像这种逆毛流啊，是我们亚洲人很常见的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逆毛流就是头发它不是往下长的，它是往上的。那这个怎么剪呢？我教大家，梳顺之后，先顺推，顺推完成之后，电剪反方向由上往下再推一次。因为它这些头发是往上长，所以如果你顺推的话，它很难整个去掉长度，所以你要逆着推，把一些长度去除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第一个步骤长度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拿梳子出来做一些连接，把细节整理起来，把这种多余的长度，我们直接修饰掉。然后连接到两侧的位置。好，下摆长度跟上面连接完成了，我们再用小电剪把下面轮廓修饰起来。小电剪的尺寸差异其实是差蛮多的哦，主要是因为它这垫片的厚度，像小电剪厚度就不会像大电剪这么厚，所以它剪的细节就会比较多。那我们就可以在轮廓区稍微修顺一下。然后耳朵这里压一下，压着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做去除。然后逆毛流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用梳子压下来，把一些多余的长度一样修掉，这样它的轮廓修起来就会变得很利落了。修完之后呢，可以拿刷子把一些头发先刷掉。那我们来看哦，像这样整个修剪过后，侧面的效果是变得非常的利落的，然后包含后头部的修饰都有出来。那另外一边呢，还没有剪的位置，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长度你会觉得它就是比较杂，因为像自然卷它比较容易乱翘嘛。那所以我们先处理完内层的长度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那这边我们运用刚刚的技巧去做完成，把它修剪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两边的长度都已经完成修剪了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像它这样内层的长度已经都修短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前面的长度设计。那今天呢，我会帮它设计一款比较短的破碎刘海，两边的长度我们也做一个欧美中性短发的剪裁。那我们先把多余的长度先去除，先做连接。我们可以从后脑区为基准点连接到两侧的位置。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平梳，
梳到我们刚刚修剪的这个长度，所以我们先平行分线梳起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先去除。好，去除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层次啊就已经明显的出来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连接到两侧，以后面的长度为连接。那连接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点剪的技巧，去制造出一点锯齿感的效果。然后再连接到侧面、侧部区，我们用点剪的方式。然后点剪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剪刀并不是平行，而是斜的这样去点。它的锯齿感啊会比较柔和一点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做线条感更明显的，我们就可以运用平行的深点剪，这样去做一个修饰，可以让它的柔和感更好。尤其在两侧头角的位置啊，我们先用侧部的点剪，再用直立的深点剪，下去做一个组合的动作，这样它侧面就可以很好的做一个柔和度的修饰。它就会这样顺进去，不会蓬起来了，看到吗？刘海区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设定长度。长度设定的话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额头的高度。我们高度怎么测量呢？可以用手指头1、2、3、4，像这种4指高的额头呢，我们就可以抓大概在2指或3指的位置做一个刘海的设定。2指的位置，我们先剪一个基准点。基准点出来之后，我们往两侧做连接。再连接另外一边，长度连接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式去把它操作起来。好，现在轮廓已经修剪出来，包含刘海的长度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利落？那最后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来修剪它顶部区的层次，让它这边看起来不要那么扁塌，制造出更多线条的效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从顶部开始连接到前方。好，连接的话，我们可以从后脑区域往上做提拉的动作。然后拉出来之后啊，你可以看到后面比较短的，前面这段就比较长，我们直接做连接去除的动作，然后往前面慢慢的连接过去，然后连接到刘海的位置。拉起来之后，你会看到中段这边会比较长，前后都比较短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做点剪，把它修平修顺，这样中心点的长度就已经完成了。中间剪完之后呢，我们顺着中间的引导线啊，往两侧做连接。你会看到中间比较短，旁边比较长的位置，把比较长的位置连接起来。中段这里多余的长度修掉。然后这边修完之后呢，另外一边一样的操作，把多余的长度去除。然后整个去除完，这款发型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要完成喽。最后一步骤就是把刘海的线条剪出来，我们可以提高90度角，直接做一个深点剪，制造出刘海的一点破碎感。它这样啊就不会很厚一块在这里，它会有一点线条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像中间这一它原本的分线嘛，这边已经比较薄就不要动，这一块比较厚的位置提拉起来，深点剪，制造出一点这种线条的空间，这样这一款发型就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把头发稍微吹顺，给大家看造型后的效果。好，那造型到这里就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利落感啊，修完让它自然卷，变成一点简单的线条，它可以让你整个头型呢，包含造型是比较精神的，而且这种造型呢，只要吹干就可以了，算是蛮好打理的一款发型。最后我再讲解一下今天剪裁的重点哦。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先用9mm的公分套，在两侧这里先做一个修短的动作，然后再来拿掉公分套后做连接，包含我们后部区都一起完成这个动作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头发放下来，我们先连接长度以及刘海的设定，都设定完成之后，我们从后部区到顶部做一个层次的连接，把长度都修出来，让它不要那么扁塌。最后就是两侧头角的修饰，然后刘海的部分，如果喜欢这一种有一点层次、有一点线条的，就可以运用梳子提高角度，做一点深点剪，制造出刘海的线条感。以上这个造型你学会了吗？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，对今天内容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再拍影片给你分享。对今天使用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在影片下方资讯栏做购买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建议按喜欢。这边附上 IG 的 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跟我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